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东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精神科医生和田秀树先生所著的《跨越80岁的壁垒》这本书。有人可能会觉得自己还在30、40或50岁，觉得与自己无关，但这绝对不是这样。本书是一本每个年龄段的人都应该阅读的书。书中提到的超越衰老的壁垒，以及如何跨越痴呆和认知障碍的壁垒等内容，对于各个世代的人来说都非常有帮助，值得学习。因此，从个人角度来说，如果能够尽早开始实践书中的方法，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延缓衰老、痴呆等问题的出现。所以，不仅是为自己60、70岁时做准备，甚至是现在有60、70岁父母的朋友们也必读这本书。因为如今我们处于100岁人生时代，然而接近80岁时，许多人都会面临卧床不起或需要长期护理的情况。80岁是一个巨大的壁垒，许多人在这时会陷入需要照料的状态，生活质量大幅下降。如果能够通过阅读本书并超越80岁的壁垒，那么接下来的20年将是人生中最幸福的20年。今天的视频将重点解读本书中我认为特别重要的几个要点。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一定要知道的老后残酷现实；第二，如何与医生相处，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的3个要点；第三，如何跨越衰老的壁垒3个方法。首先是第一部分，一定要知道的老后残酷现实。大家对老后有什么样的印象呢？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工作时拼尽全力地活着，到达退休年龄后，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或者在乡下悠闲地做农业，享受工作后的第二春。生活中感到压力的人，可能会把对美好老后的期待寄托在这段时间里。然而，在开始之前，我想让大家了解一下老后可能面临的残酷现实。男性为9年，女性为12年。那么这个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可能已经猜到，实际上这是指人们因疾病或认知症等原因，变得卧床不起或需要他人帮助生活的平均时间。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能在临终时保持自由和独立的生活，希望自己能够在没有任何人照料的情况下，走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在被认为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日本，男性平均要卧床9年，女性则需要12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里，他们需要他人的帮助才能生活。在这种卧床不起或需要他人帮助的情况下，生活质量和人生满意度肯定会大大下降。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健康地活到最后，活力满满地迎接生命的终点，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家知道健康寿命和平均寿命这2个概念的区别吗？健康寿命是指身心独立、健康的年岁。平均来说，男性的健康寿命为72岁，女性为75岁。到了这个年龄，许多人会开始需要他人的帮助，可能并没有达到卧床不起或需要长期护理的程度，但已经无法独立处理生活中的事物了。而另一方面，平均寿命是指人们通常能活到的年龄，男性大约是81.64岁，女性是87.74岁。简单来说，平均寿命就是我们通常会死去的年龄。现在我们正处于100岁人生的时代，预计未来平均寿命将会继续延长，接近100岁。然而，长寿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如果健康寿命没有延长，我们只是会更多的处于需要照料和卧床的状态。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健康充实地活到最后，因此无论平均寿命如何延长，如果健康寿命没有延长，人生的满意度是不会提高的。关键在于延长健康寿命。作者现在61岁，是一位现役医生，专门研究老年医学。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他已看过超过1万名老年患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者认为，每个人的年龄、体型、性格、思维方式、生活环境、家庭结构、患病情况都不同，因此每个人的生活路径都是独一无二的。
然而，作者也认为，有一件事是所有人共有的，那就是每个人最终都会迎来死亡。无论怎样，死亡是无法避免的。然而，在通往死亡的路上，有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幸福的道路，走到最后时，能够带着这一生很棒，谢谢这样的满足感平静的结束；另一条是充满不满的道路，走到最后时充满悔恨，感叹如果当时这样做就好了。这一条是充满悲伤的。你想走哪条路呢？不用问，大家应该都知道答案。本书中提供了如何走上幸福的道路，如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感到满足，如何使人生充实的各种方法。例如，有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是珍惜接受衰老的事实，特别是80岁以后的生活，与70多岁时完全不同。我们会经常遇到昨天还能够做的事情，今天却无法再做的情况。此外，身体的不适也会增多，像癌症、脑梗塞、心肌梗塞等与生命相关的疾病也变得容易发生。同时，记忆力减退也会变得更加明显，可能会产生我是不是得了认知症这样的疑问，并因此失去对自己的信心。作者说，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思维方式，这个思维方式就是珍惜接受衰老并能够接受的事实。归根结底，幸福是个人的主观感受，也就是说，幸福取决于自己如何看待生活。因此，如果我们总是为自己不能做的事情感到叹息，数着已经失去的东西，那就是不幸的生活。相反，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衰老，并看到自己还能做的一些事情，关注现有的东西并继续生活，那就是幸福的。为了迎接幸福的结局，我们不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无法做到的事情上，而是应该珍惜自己还能做的事，并提升自己的主观幸福感。此外，要走上幸福的道路，迎接终老时的满足感，因此需要跨越80岁这个高而热的墙壁。跨越这道高墙的最强方法，就是不要忍受讨厌的事情，尽做自己喜欢的事。作者特别强调，过了80岁后，生活中不再需要忍耐。例如，很多人为了不得癌症，忍受着自己想吃的食物，或者限制自己喜欢的酒和烟。但80岁以后，许多人已经可能患有癌症了。那么，为了避免癌症而忍耐的做法就没有意义，反而在享受自己喜欢的食物、饮品的过程中生活，可能会更少压力，过得更快乐。实际上，研究表明，生活中不再忍受压力，而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助于提高免疫力，这也能延缓癌症的进程。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容易罹患认知症，但高龄时出现的认知症大多数是非常缓慢发展的疾病。事实上，它在发病前约20年就已经悄然开始进展，但大多数人并未察觉。也就是说，认知症更接近一种衰老现象，而非单纯的疾病。年老后，几乎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症状，因此认知症一定会来临。认识到这一现实之后，我们应该在现在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避免忍耐和压抑，这样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尽可能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过得快乐。如果生活单调乏味，大脑的功能会变得迟钝，与此同时，压力大的生活也会损害大脑。相反，不断做新鲜的事和自己喜欢的事，会激活大脑，刺激大脑的活力，这有助于延缓认知症的进展。许多人都深受必须长寿这一束缚，明明想吃的东西却因为健康原因忍耐，明明有想做的事，却因为年纪大了而放弃。即便身体不适，仍然为了长寿继续服药；即便运动很辛苦，仍然强迫自己做运动。但对于80岁以上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忍耐，甚至是不应当做的事。这些忍耐或许在60岁左右有效，但到了高龄，完全没有必要继续忍耐。毕竟前半生已经经历了很多努力，老年人应该更多的采取让自己快乐的行为。所以80岁以后，我们应该停止忍受不喜欢的事情，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快乐的生活。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如何与医生相处，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的3个要点。随着年龄的增长，迎接老年的过程中，医疗和医生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年龄增大，我们去医院的次数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关注哪些关键点呢？作为一名医生，作者将这些要点清晰地解说给大家。以下是3点关键建议：幸福老年生活的3种与医生交往的方式。1、不要依赖医疗。2、药物要使用最小化，过度使用药物有害健康。3、如何与医生建立良好的关系，寻找适合自己的医生。接下来我们将逐一解读这些要点。首先是第1点，不要依赖医疗。作为现役医生，作者提出不要依赖医疗，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惊讶。毕竟通常我们认为医生的职责就是依赖医疗来治病，但作者对现代医学持有一定怀疑。他认为很多医生关注的是数字，而不是患者本身。根据作者的说法，许多在大学医院等大型医院工作的医生，通常关注的是检验结果的数字，而不是患者的实际健康情况。他们更多关注的是规定的数字，而不是眼前患者的身体状况。尤其是对于年满80岁的老年患者来说，这样的情况更加严重。作者有多年在老年医学领域的工作经验，他认为为了让数值正常化，医生往往会开药，但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患者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甚至丧失一些生理能力，最终缩短寿命。作者表示，自己见过很多因药物副作用而感到不适的患者，但很多医生总是以因为数值不正常，这个药是必要的为理由，结束治疗。此外，医生有一个常见现象，即自身不养生。这意味着医生对自己的健康和身体状况往往比较忽视。虽然医生会为患者开药、提供护理，但他们自己往往不愿意做这些事情。作者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通过经验知道，药物和护理措施不会显著延长寿命。然而，医生仍然会对患者开大量药物，或者在发现小肿瘤时推荐手术，结果导致患者依赖药物治疗，甚至切除身体的一部分。年轻时，身体健康可能能抵消一些治疗的副作用，但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治疗方法可能反而会带来负面效果，甚至缩短寿命。作者提到，事实上越来越少的人去医院，死亡率反而有所下降。接下来我将解读第2点，药物要使用最小化，过度使用药物有害健康。日本的医疗体系基本上采用的是按器官分科诊疗的方式，对于肝脏疾病，就专门看肝脏；对于肾脏疾病，就专门看肾脏。每个器官都有自己的专科医生。这种方式下，病情不是从整体的角度来观察，而是从各个器官的角度进行诊断。医生并不是健康的全面专家，而是器官的专家。因此，当医生说病情治愈时，通常意味着某个器官的状况得到改善。大多数医生都是专门从事某个器官的治疗，比如肾脏科医生专注肾脏，肝脏科医生专注肝脏。然而，从整体角度来看，疾病的综合诊疗在现今仍然是少数派。虽然按器官分科诊疗并不一定是坏事，但对于超过80岁的高龄患者来说，这种方法往往会产生负面影响。作者指出，举个例子，心血管内科的医生可能会建议高龄患者降低胆固醇值。然而，如果通过药物降低胆固醇，这可能会导致免疫系统功能下降，从而促进癌症的发展，或增加感染的风险。也就是说，虽然血管类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减少，但由于癌症和肺炎等疾病的死亡人数却在上升。此外，按器官分科诊疗的弊端还表现在药物的使用上。例如，在检查中发现血压偏高时，心血管科医生可能会开降压药；如果泌尿科诊断为频尿，又会开药；如果血糖偏高，内分泌科医生也会开药。因此，患者可能会在不同的科室开到不同的药物。
总共可能会服用10多种药物，长期服用大量药物会对身体造成巨大伤害，因为药物本质上也可能是毒药，尤其是高龄患者，过度使用药物的危害更为明显。当然，有些药物是必须的，因此不必完全停药。但作者强调，老年人应尽量保持药物的使用在最低限度，以避免影响日常活动水平。药物本应是在身体不适时缓解症状的工具，因此当感到不适时，应该适当服药。比如头痛时可以服用止痛药，胃痛时可以服用胃药。正确的用药方式是根据需要按需服用。在现代社会，很多人认为定期服药能帮助延长寿命，但目前并没有充分的研究证明这种观点。因此，作者特别提醒大家，过度用药必须引起重视。接下来，我将解读第3点，如何与医生建立良好的关系，寻找适合自己的医生。作者对现代医疗持怀疑态度，提倡不进行手术，并希望减少药物的使用。听到这些建议后，可能会有些人感到不安，担心这样做是否真的没问题。事实上，有些人因为拒绝药物和手术而被医生抛弃，成为了医疗难民。举个例子，作者的一个朋友在被诊断为肺癌后，告诉医生自己不打算接受手术，结果医生告诉他，如果不做手术，我无法为您提供治疗，请选择其他医院。听到这些话后，这位患者不仅无法继续在该医院就诊，还受到了医生冷漠言辞的打击。幸运的是，这位患者后来找到了一家提供居家医疗的医院，并遇到了一位好的医生。这种情况可能在大型医院中较为常见。当然，医生并不是不在乎患者的健康或人生，他们只是把眼前的疾病治疗放在优先位置。然而，在现实中，患者常常会因为医生的话语而感到伤害和困扰。那么，如何避免成为医疗难民呢？对于住在医生相对较多地区的人来说，在成为医疗难民之前，患者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医生，而不是仅仅听从医生的安排，根据自己希望的老后生活方式，选择合适的医生和医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找到合适的医生很难。对于这些人，作者提供了一个最简单的辨别医生的方法，那就是与医生讨论药物。药物的作用是改善健康状态，如果药物使身体感到不适，那就说明这可能是错误的药物。如果医生说这是好药，或者如果不吃药你会死的话，且不愿意听取患者的意见，那么就应该避开这样的医院。同时，患者不应该盲目听从医生的指示去吃药，或者擅自减少药物剂量，而应该与医生沟通，表达自己的感受。例如，告诉医生，服用这种药后，我感觉身体很疲惫，或我感到头晕。如果医生是一个负责任的医生，他会回应，这样可能是药物不适合您，我们可以试试别的药，或者调整剂量。这样的医生更可能是一个值得依赖的主治医生。总之，与医生建立良好的沟通，找到理解和支持自己的医生，是确保健康的关键。另一方面，如果医生不听患者的诉求，而是单方面要求患者继续服药，那么这样的医生没有关注患者的情感，最好避免与他继续交往。选择医生时，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相信也非常重要。对于年满80岁的老年人来说，医院和医生是非常亲近的存在。因此，如果每次就诊都让自己感到沮丧或不愉快，最好避免与这样的医生继续往来。毕竟，医生也是人，他们与每个患者的相性是不同的。医院是我们身体不适时去的地方，因此与医生交谈时，感到舒适愉快，并且医生能够认真倾听并提供有效的帮助，显然是最理想的选择。所以，我们应该避免与令自己不愉快的人交往，努力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好医生。接下来是第3部分，我将解读关于如何跨越衰老的3大方法。我们将探讨一些克服衰老的重要要素，具体包括以下3种方法：1. 停止3种忍耐； 2. 不要用过去的方式去看待现在； 3. 坚持乐观主义。
接下来，我们将逐一解读这3种方法。首先，关于如何跨越衰老的第一种方法，停止3种忍耐。对于80岁以上的老年人，作者认为，与其抗拒衰老，不如接受衰老并与之共生，这样反而更幸福。例如，解剖一些85岁以上去世的人的遗体时，我们常常会发现体内某些部位有癌症，脑部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变，血管中有动脉硬化的迹象。然而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直到去世。也就是说，老年人往往在身体上承受多种疾病的困扰，病情的发作是不可预测的。今天身体健康，明天可能就不再健康，甚至可能会发生猝死。尽管这一说法听起来可能很冷酷，但首先我们应该接受这个事实。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活得不后悔。无论明天是否会死，那如何过上不后悔的生活呢？最关键的就是停止忍耐和过度勉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有许多需要忍耐和勉强的事情，尤其是作者建议我们立即停止以下3种忍耐：停止忍耐药物，停止忍耐饮食，停止忍耐对感兴趣事物的限制。首先，关于停止忍耐药物，简而言之，就是要尽量减少药物的使用，不要过量服药。我们应该立即停止的第2种，关于饮食的忍耐，作者认为我们不应过度压抑自己想吃的东西，应该吃自己想吃的食物。为了保持健康，常常听到人们提醒我们减少食量，避免食用咸的、甜的、油腻的食物。在60岁左右时，遵循这些建议是比较合适的，但当接近80岁时，这种常识就不再适用。作者认为，过度忍耐食欲，强迫自己节食，反而会缩短寿命。如果有想吃的欲望，完全可以不加克制的享受。至于酒精，如果能在自己控制范围内享用，作者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但需要避免连续饮酒。所谓连续饮酒，并不是指每天喝酒，而是指从早到晚持续不断的喝酒。例如，早上起床喝酒，中午喝酒，傍晚也继续喝的老年人，往往因为有空闲时间而一整天都在饮酒。这种行为是绝对需要避免的。过度饮酒会给身体带来负面影响。最明智的做法是适度享受晚餐时的小酌。过度饮酒可能导致失衡，增加摔倒的风险。摔倒引起的骨折会加速衰老。这种情况其实在老年人中并不少见。另外，可能令人意外的是，吸烟的危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小。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一直吸烟，活到80岁，是否继续吸烟或戒烟，其寿命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事实上，忍受不吸烟的压力可能比继续吸烟更有害。当然，年轻时吸烟确实会缩短寿命，所以这方面需要特别注意。接下来是我们要停止的第3种忍耐，对感兴趣事物的忍耐。作者提到，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去做。很多时候，尽管内心渴望做某些事，却因为年纪大了或我这么大年纪做这些事不太合适等想法而忍耐住自己。但其实，自己想做的事情，应该毫不犹豫地去做。接下来，我们将解读第2种跨越衰老的方式。不要用过去的方式去看待现在。在生活中，大家可能听过“变老了真让人讨厌”这样的抱怨。许多老年人常常会说这些话，这实际上是将过去的自己与现在的自己做对比，感叹过去真好，现在怎么就不行了呢？这种心态往往会让人感到不开心。因此，作者建议我们要彻底摒弃这种思想，不要通过过去与现在的差异来评判自己，而是应该专注于自己所获得的增值。例如，以前可能因为工作繁忙而没有时间，但现在却有了时间，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做许多事情。应该看向这些增值的部分，而不是感叹自己曾经是大企业的高管，享受过许多人恭维的日子。我们应该关注自己现在能够与许多人交谈，体验人情的温暖。这种转变思维的方式，
将是享受愉快老年生活的重要秘诀。最后，我们来看第3种跨越衰老的方法：坚持乐观主义。作者认为，尤其是年长的人，更应该乐观的生活。活得越久，肯定会遭遇更多的考验，而面对这些考验，乐观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笑容变得尤其重要。也许有些人会说，现在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笑的，怎么笑呢？但对于这些人，作者想送出一句名言：不是因为开心才笑，而是因为笑才开心。人类的脑和行为是紧密相关的，思考愉快的事物会让我们露出笑容，而思考困难的事物则可能让我们皱眉头。同样，笑一笑也能改变我们大脑的状态，使我们变得更加开心。因此，作者建议，早晨照镜子时，试着做出笑容，这样一天就能在愉快的心情中开始，乐观的心态也会得到充分的培养。另外，老年人有着能变得无忧无虑的特权，许多高龄者常常因为觉得现在做这些事情已经晚了而选择不去做。其实，作者鼓励大家，如果有人邀请你去做某件事，不妨试试参与进去，即使是从未尝试过的事情，只要觉得有趣，就可以去做。放下自己的分辨和威严，像孩子一样去体验生活，尽情去享受。高龄者因为丰富的人生经验，可以利用这种无邪的特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应该学会无忧无虑的生活，保持乐观的心态。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